妈妈，妈妈，爸爸又在喝酒。那你有没有批评他？我说不许喝酒，他瞪了我一下。你要说我是为了你的身体好才提醒你的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不是为了他身体好，我是为了不让他买酒花钱。最近有粉丝留言，想要了解龙舌兰的养护知识。总体来说，养护龙舌兰不难，今天花花简单介绍一下。龙舌兰在希腊语中，它有高贵、令人钦佩或辉煌的意思，它大约有270种，原产于美洲干旱和半干旱地区，特别是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，也是食品、饮料、医药和纤维的来源。而且它的叶子、茎、花和枝叶都可以食用，也被称为世纪植物。当龙舌兰成熟时，从连座丛的中心长出一个高茎，并开出大量的花。在某些龙舌兰中，花序的高度可达10米。近些年确实有很多人开始养护龙舌兰，虽说它好养，但是也不能放养。那么日常养护中，怎样才能把它养好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花花就介绍一下冷艳美人龙舌兰的3个关键点，看完后想要养死都很难。1. 龙舌兰的选择，它也属于多肉植物中的一种，因为龙舌兰这种植物长得偏大，生长速度非常快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冠幅就能达到几10公分以上，不太适合放在家庭养护。但是想要在家中养龙舌兰，只能选择幼苗，幼苗的个头小，价格也很便宜，只不过2年以后仍然需要更换花盆。龙舌兰的养护受于环境的限制，绝大部分品种都不适合放在家庭室内养，把龙舌兰种到院子里做造景非常不错。龙舌兰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冬天很抗冻，零下10几度也是冻不死的，栽种到室外过冬是非常安全的。2. 龙舌兰的日常养护。1. 光照。种在花盆里的龙舌兰需要露养，放在室内养护是肯定行不通的，除非你家有一个阳光房，只有在长时间的日照下，龙舌兰的状态才会越来越好。缺少日照，龙舌兰的叶子会徒长，并且会很软，失去了龙舌兰原有的霸气。龙舌兰本身它的形体就很大，并且叶子呈伸展状，叶片的表层附有一层油脂的薄膜，只有直射日照才能让它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。把盆栽的龙舌兰放在露台上或者是楼顶，除了这2个位置，其他地方都不适合龙舌兰的生长。但注意，刚到家的龙舌兰不适应环境时，过多的阳光直射会导致晒伤。花叶品种在夏日需适当遮阴，以保持色泽鲜嫩。2. 土壤。龙舌兰可以适应大多数土壤，只要它们有良好的排水，但它们的偏好是沙土或岩石土。龙舌兰对土壤要求不严，以疏松、肥沃及排水良好的湿润沙质土壤为宜。盆栽时通常以腐叶土加粗沙混合使用。龙舌兰的生长速度十分缓慢，因此不需经常换盆。经常换盆不但对植株没有帮助，反而会使龙舌兰的生长势变差。3. 花盆。盆栽的龙舌兰在花盆的选择上，越大越好，花盆越大，生长空间越大，根系就可以更为密集的生长。至于花土，可以选择半颗粒或者是全泥炭都行。龙舌兰不像其他的多肉植物一样很容易腐烂，它跟芦荟的根相似，吸收能力强，轻易不会腐烂。4. 浇水。龙舌兰的生性十分强健，耐旱，在它的生长期间可以给予充分的水分。从春天到秋天，当土壤混合物变干时，要彻底浇水。在冬天，每月少量浇水1次，过度浇水可能会导致真菌根腐。除此之外，特别是冬季休眠期，龙舌兰不宜浇灌过多的水分，否则容易引起根部腐烂。一般以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为好。当你在户外种植龙舌兰时，每周只需浇水1到2次。容器中的植物比地下的植物需要更频繁的浇水。5. 施肥。龙舌兰耐贫瘠，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，不过肥沃的土壤会使龙舌兰生长得更为良好。施肥的次数每年1至2次，春秋为宜，切勿经常喷洒肥料，否则容易引起肥害。
促使龙舌兰开花，根据品种的不同，有的可能会开花后就死亡了。3. 龙舌兰的繁殖。龙舌兰的繁殖分为分株繁殖和种子繁殖。分株繁殖一般在生长季节进行，常可结合春季换盆进行。将老株基部萌发的幼苗取下，养5至7天，等伤口干燥后栽入排水、透气性良好的培养土中，根通常会在2到3周内出现，很容易生根成活。而种子繁殖，龙舌兰种子为黑色、扁平形态，新鲜的种子发芽效果会更好。春天播种在温暖的地方，有明亮的散射阳光，保持土壤湿润直到发芽，通常需要2到3个星期。当幼苗有2到3片叶子时，就可以把它们移植到单独的花盆里。另外，龙舌兰生长6年才能成熟，开花要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，开花后母株枯死，异花授粉才能结果实。部分龙舌兰属植物含有毒化合物，可引起口腔、喉咙或皮肤刺激，养护时需注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关于龙舌兰的养护。如果有更多建议和养殖好方法，也烦请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影片中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也请批评指摘。同时，也欢迎您的关注、转发和收藏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